So I think if you weren't using it, you were left out. So eventually, about 85% were using social media every day here in the US anyway. So it became, really central piece of how they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y started to spend a lot less time with each other face to face. So they didn't go to the shopping mall as much or ride around in a car or just hang out at each other's houses like previous generations did. They spend their time outside of school and work in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way. 疫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让不少人也重新思考到底想要怎样生活。在年轻一代当中兴起了一个新的词汇，简称为 YOLO，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的意思。很多年轻人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变得更加大胆和敢于冒险，他们也重新探索人生的选择，寻找生命的答案。青年是人生重要的拐点，而当今青年也身处世界的拐点之中。全球疫情、经济失衡、政治对抗，他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年轻人如何理解和把握时代的拐点，应对人类共同的命题，为世界创造更好的解决方案呢？本期文化相对论，我们来聊一聊年轻人的话题。首先介绍一下演播室现场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义武先生，还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连思教授他也首创以足攻锋等社会学的概念，欢迎两位。同时我们欢迎两位线上的嘉宾，首先呢是美国心理学家 Dr. Jean Twenge， 他创造了 iGen 这个词汇，同时也是《我时代》这本书的作者。还有日本著名的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先生，他提出了第四消费时代的概念，同时呢他也是《下流社会》等畅销书籍的作者。也欢迎两位 Welcome to you all。 我们以1995年之后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的这个群体，他们也被称为是 Z 世代我想他们的生活中发生的最大的改变，不仅仅是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而是他们成长在一个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社交媒体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看到一个统计说，现在的年轻人平均每天要有80次看自己的手机，生怕自己遗漏了什么就手机跟他们的器官是一样的。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你会发现你要不上社交媒体，你几乎掌握不到最新的社会。你要是不在社交媒体上，似乎你这个人并不存在。我不存在。So I think if you weren't using it, you were left out. So eventually, about 85% were using social media every day here in the US anyway. So it became, really central piece of how they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y started to spend a lot less time with each other face to face. So they didn't go to the shopping mall as much or ride around in a car or just hang out at each other's houses like previous generations did. They spend their time outside of school and work in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way. 对，而且因为社交媒体，他们结成了很多不同的群和圈层这女士刚才谈到这个 Z 时代的，它其实就是我们叫独而不孤。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个圈层不再是我们原来所说的那个制度或者是体制强加给他的这样的圈层，而是比如说像乐跑圈、古董圈、文化圈、影视圈等等。那么说圈层它消解的是什么？那我们在社会学上，我们都认为权力、声望和收入或者叫金钱是塑造权力架构的基本来源。那么新的圈层的出现，其实在消解原来的整个的权力的构成的基础，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社交媒体给当代的经济政治带来的巨大变化。つながっているんだけど、できれば SNS をやめたいっていう感情もすごく多い。常に相互監視する状態に若い人ほどなっている。そこが新しい意味での孤独とか孤立感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います。
那我知道在日本呢，也出现了宅文化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更多的年轻人因为能够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与外界取得联系，所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走出自己的房间哈。まあ男性はより早くオタクになっていたんで、私の息子もほとんど家を出ませんけども仕事も全部リモートです家でやってますから女性のオタクが増えましたね。女性も漫画、アニメ、ゲーム、ネットフリックス、そういうものが好きな人が非常に特にコロナで増えましたんで。参谋长老师说的这个，在日本叫宅族哈，叫御宅族，在英国我们叫尼特族。它其实都是有一些的主动不就业的群体。那中国这样的群体其实也有几百万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你说他们的学历很低吗？其实也不是，他们应该有一半左右其实是本科以上的这样的学历，所以他们都很佛系。那你觉得他们的这种自我意识更强了吗？我觉得恰恰是这个时候的他的这种主体意识，人可能在这种大的工业化时代会丧失主体意识，到现在这种时代，他的主体意识更强，把自己的这个小世界和小宇宙打造得很精致，他的主体是强到了他跟世界失去了联系，所以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很丧，很丧失了意义感。而且似乎呢，这个网络世界还不够丰富，现在又发展出元宇宙这样的概念，就是人们可以进一步进入一个虚拟的和跟现实不一样的，甚至是脱钩的一种空间啊。我一直对这个有兴趣，就元宇宙的事情，其实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现在大家借助于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然后参与到一个虚拟的真实的世界，我换了一个人来生活，我的身份都可以改变，我可以是个侠客，我可以英雄，可以是个富翁。然后我在现实中间可能越来越宅，越来越自我，然后越来越封闭，或者跟别人交流少。但是我在元宇宙里面，我可能是一个很张扬的，我的个性、我的梦想都在那个地方得到了一个实现或者展开啊，也是某种心理弥补的需求。一方面是逃避，比如在元宇宙里边买一个房子，现在这个是变得非常多。买一个房子以后，你会发现我在现实中间可能住得很小，但是我在元宇宙中间住一个大房子，它体验和感觉就完全变了。メタバース内で恋愛をする人っていうのは4割いるらしいんですよ。現実にはもう君を好きだとは言えない人でもメタバースだと言えるから、恋愛にもなりやすい。でも日本の少子化をそれで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如果在元宇宙里谈恋爱，我估计花费也不会太少。比如说，最近元宇宙有一个就是观看，比如体育比赛的时候，然后你的旁边坐的那个人，然后你可以选，但是选的时候你要用钱来选。你比如说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但是你这个女孩子你就要增加你的付出才能够选得到。元宇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吗？它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现实社会的阶层社会或者阶级社会的一个翻版，所以有人在元宇宙炒房，而且可能在元宇宙诈骗啊，是一样的，对吧？是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现实阶层社会的复刻。所以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玩游戏，它都是靠时间的积累和熟练去通关的。而进入到现在以后，移动互联时代以后，它实际直接颠覆了一个游戏的规则。我有钱，我就可以一下子通所有的关，所以这会造成很多年轻人的不满。他会发现游戏的世界其实是个阶级的世界，他感到一个更深的在生活中间的失落感。So right as social media became popular, smartphones became popular, young people started to have a big drop in self-esteem, in self-confidence, in happiness, in how satisfied they were with their lives. So at least here in the US, this generation is much more likely to question how happy they are, to question their self-confidence than the millennials were just before them.